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本期我们聚焦一个投资者非常关心的话题：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是如何影响黄金和白银的价格的？无论你是贵金属的新手还是有经验的交易者，每当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的时候，黄金和白银市场都会随之剧烈波动。那么，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与黄金、白银价格之间到底存在怎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先要介绍一下美联储利率决议的机制和含义。美联储通过其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通常每年召开8次例会，决定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也就是美国的短期基准利率。加息意味着提高利率，通常用来给过热的经济踩刹车，抑制通胀和资产泡沫。降息则是降低利率，相当于给疲弱的经济踩油门，刺激借贷和投资，以提振经济增长。利率决议不仅影响了借贷的成本，也是重要的市场信号。当美联储释放鹰派的信号的时候，也就是倾向于加息，或者说鸽派的信号，也就是倾向降息的立场的时候，市场都会提前解读并且做出反应。例如，美联储暗示未来即将进入降息周期，往往就会引发市场对流动性宽松的预期，资金可能流向包括黄金、白银在内的避险资产。而一旦美联储态度强硬，坚持加息抑制通胀，则可能推高美元和利率，从而给黄金、白银价格带来下行的压力。美联储的利率决议是宏观经济的风向标，也是贵金属市场的高度敏感的驱动因素之一。接下来，我们通过历史上的3个重要阶段的案例来看一下美联储加息、降息与黄金、白银价格之间的互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首先看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上世纪90年代末，科技网股票泡沫使得美联储在1999到2000年连续加息，将利率提升至 6.5% 的高位。然而泡沫在2000年破裂之后，美国经济迅速转入衰退，美联储被迫急速降息，从2001年1月起，连续2年半内降息13次，合计降幅达 5.5 个百分点，使联邦基金利率一路从 6.5% 降至大约 1%。 在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时期的利率陡峭下行，以及黄金价格随之触底反弹的走势。当时国际金价在1999到2001年曾经跌至每盎司250美元左右，随后进入上行通道，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稳步走高。尽管当时涨幅相对温和，但这一阶段奠定了新世纪头10年贵金属大牛市的起点。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期，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风暴，使美联储再次祭出了激进的宽松政策。从2007年9月开始，美联储紧急降息，并在1年内连续10余次的降息。到2008年底，将利率从 5.25% 一口气降至 0.25% 的超低水平。大放水的背景下，黄金、白银作为硬通货避险的魅力骤然凸显。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2008到2009年期间，随着美联储快速降息和退出量化宽松 QE， 美元疲软，实际利率下行，投资者纷纷涌入黄金市场。金价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每盎司大约800美元左右，随后一路飙升，到2011年9月触及历史高点，接近1900美元，3年涨幅高达 130% 以上。白银的表现更为夸张，在危机最恐慌的2008年末，白银一度跌至每盎司9美元左右，随后随着避险买盘和货币宽松的推动，
白银价格狂飙至2011年4月接近50美元，刷新了近30年的新高。短短2年多时间之内，白银的涨幅超过400%，堪称现代史上最大的一轮涨势。具体的来说，从2008年的谷底到2011年的高点，白银从9美元飙升至 48.7 美元每盎司。这说明在金融危机和强刺激政策的双重作用下，贵金属作为保值资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2020年初，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猛烈的冲击，美国经历了史上最快的股市暴跌和失业潮，美联储迅速将联邦基金利率从 1.75 大幅降至 0.25。 这一系列紧急降息在2020年3月短短2周内完成，并启动了空前规模的量化宽松，注入流动性。超宽松的政策叠加对疫情2次爆发的恐惧，引发了新一轮黄金白银的避险狂潮。从画面中可以看到，2020年黄金价格直线拉升，在美联储降息后的几个月内，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降至 0.5% 的历史低点，金价则持续走高，并在8月首次突破了每盎司2000美元的大关，最高来到2072美元的历史新高。全年来看，2020年金价涨幅大约 25%， 显示出其对货币宽松和通胀预期的强烈反应。同样，白银在2020年走势更为迅猛。疫情初期，银价曾经短暂下挫，3月流动性紧张的时候跌破12美元，但很快随着美联储救市措施展开，急剧反弹。而在2020年8月，白银攀升至接近每盎司29美元，较3月的低点翻了1倍以上。这一 V 型反转生动诠释了极端宽松政策对贵金属的提振作用。可以说，关注美联储政策走向，就像抓住了影响黄金白银走势的关键线索，在上述的历史阶段中都得到了印证。通过以上3个案例，我们可以总结出美联储货币政策为何间接或者直接影响黄金价格的走势，核心在于利率、通胀、汇率和避险情绪这几大传导机制。首先是实际利率与黄金的机会成本。黄金和白银作为非升息的资产，它的价格和实际利率呈现负相关的关系。所谓实际利率，也就是名义利率扣除通胀后的收益率。当美联储加息导致名义利率上升，而且通胀预期稳定的时候，实际利率走高，持有黄金白银的机会成本就会提高，资金更愿意去追逐有息资产，金银价格往往会受到压制。反之，在美联储降息或者宽松的周期，名义利率下降甚至低于通胀率，实际利率转低甚至变为负数的时候，持有黄金的吸引力就会大幅上升。例如上面提到的2001年到2003年和2008年到2011年降息周期的时候，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行，而黄金价格则大涨，这就是典型的案例。从画面中这张图表我们可以看到，上方曲线是国际金价的走势，下方是10年期美债实际收益率，两者整体上呈现出镜像的反向运动。当实际利率下行，黄金价格往往攀升，反之亦然。因此，美联储政策通过影响通胀预期和利率，进而影响贵金属的机会成本和定价。第二，就是美元指数与贵金属的计价。美联储利率政策还直接影响美元的强弱，而黄金白银以美元计价，二者呈现负相关。当美联储大幅降息或者放水的时候，美元相较其他货币往往会走弱，美元贬值就会提高以美元计价的黄金白银的价格，就像尺值变短，黄金以美元标价就会变得更高。反过来，若美联储激进加息，提高美元利率，往往吸引全球资金涌入美元资产，
推高美元的汇率，使黄金白银的价格承压下跌。因此，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的就是美元指数的变化。历史上，美元疲弱的时期往往应对着金价的强势期，比如1985年广场协议后，美元大跌，促使当时黄金出现了 20% 以上的涨幅。又如2008年和2020年美联储宽松政策的期间，美元指数大体走低，金银价格齐飞。而当美元走强的时候，金银价格受到抑制。例如2013年到2015年，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加息预期，推动美元走高，黄金进入了调整期。第三，就是通胀的预期和保值的需求。美联储政策还通过改变通胀预期来影响贵金属。黄金白银传统上被视为对抗通胀的保值资产，当市场预期美联储降息放水可能引发未来的通胀，货币贬值的时候，投资者就会抢购黄金白银来预防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例如上面提到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零利率加上量化宽松，导致通胀预期升温。黄金在2009到2011年大涨并非巧合。相反，如果美联储收紧政策抑制通胀，让投资者相信未来物价稳定甚至通缩，那么黄金对抗通胀的吸引力就会下降，需求可能会减小。值得注意的是，有时通胀与利率动态比单一利率更加重要。若美联储加息，但通胀更快下降，实际利率依然下降，这种情况黄金反而可能上涨，反之亦然。因此，市场往往紧盯美联储声明中对于通胀的措辞。贵金属投资者需要综合考量政策对于未来物价走势的影响。第四点就是避险情绪与金融的风险。除了利率与通胀，黄金白银还充当金融市场的避风港。美联储的政策往往影响投资者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信心。当美联储大幅降息，通常是应对经济危机或者严峻的风险的举措。这个时候，市场的避险情绪往往高涨，资金涌入黄金白银寻求安全，于是金银价格就会被推高。2008年和2020年就是典型的场景，降息伴随着危机，避险买盘使金银价格飙升。相反，在美联储加息的周期，尤其是温和预防式加息的时候，若经济保持增长，市场风险偏好可能上升，资金转投股票等风险资产，对于黄金的避险需求就会减弱，金银价格可能走低。因此，美联储政策影响市场情绪，从而引导避险资金的流向。在任何一个周期，我们都应该关注经济增长、股市波动、地缘风险等因素如何配合货币政策，共同塑造贵金属的避险买卖和需求。第五点就是美联储前瞻的沟通，也就是美联储会议纪要。值得强调的是，有时美联储的沟通预期管理本身就是市场的风向标。美联储会议纪要通常是在每次议息后3周公布，详尽记录了决策者的观点的分歧和对未来政策的倾向。市场参与者需要仔细的研读纪要，从字里行间捕捉未来加息或者降息的暗示。有意思的就是美联储纪要的影响力呢，有时候并不亚于利率决议本身，因为正式的利率决议已经被市场预期消化了，而纪要提供的新信息可能就会出其不意地改变市场的预期。统计显示，在美联储纪要发布的时候，金融市场波动显著放大。例如2年期美债收益率在纪要发布的5分钟窗口之内，波动率比平时高出大约3倍。这说明纪要蕴含着重要的市场信号，投资者需要关注的一些重点。其中透露出来的措辞变化，例如对通胀前景的担忧或者更加乐观，则可能直接影响黄金白银的短期走势。有时候纪要的基调比当次实际决议更能左右市场的方向，因此聪明的投资者呢，
不仅要看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的结果，更要研究其声明和纪要，提前布局经营的投资策略。综上，我们看到美联储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收益率、美元汇率、通胀预期和避险情绪等多重渠道与黄金白银价格紧密联动。理解这些机制，就有助于我们预测不同政策情境下贵金属的潜在走向可能。了解了历史和原理，我们再讨论一下，面对美联储的加息、降息周期，投资者可以采取哪些应对的策略？总体来说，宏观研判加上风险管理是关键。第一，需要密切关注美联储信号和宏观指标。投资者应该关注包括美联储利率决议、会议纪要、主席新闻发布会以及官员讲话等动向，捕捉政策转向的前兆。同时留意关键的经济数据，例如通胀，包括 CPI、PCE、就业数据、非农失业率等等，以及增长指标 GDP、PMI 等等。这些数据往往决定美联储政策的取向，而这些指标与黄金白银走势之间的关系，在未来我们也会推出类似的视频，不想错过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以后新视频出来了你就不会错过了。例如，当通胀持续高于目标，而且就业火热的时候，美联储偏向加息，黄金可能承压。反之，若经济显露出衰退的迹象，美联储转向宽松预期升温，黄金白银可能提前走强。因此，实际利率和美元指数是两个高频观察的指标。投资者可以跟踪10年期收益率来判断实际利率的走向，以及美元指数的强弱来俯瞰未来黄金白银的短期走势的趋势。如果发现实际利率持续下行或美元走弱的趋势形成，这往往是利多黄金白银的信号。第二是理解市场的预期，提前布局或者对冲。市场往往买预期，卖事实，因此在美联储周期拐点附近，贵金属投资需要前瞻性的布局。例如，预期美联储即将开始降息的时候，可以考虑增加黄金白银的配置的比重，以搭上可能上涨的行情。相反，在预期美联储将大幅加息周期的时候，需要警惕贵金属可能的回调压力。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可以通过分散投资或者对冲工具来控制风险。举例子来说，可以适当降低黄金 ETF 的持仓比例，增加一些与利率正相关的资产，或者利用期货期权为黄金多头头寸购买看跌保护。一些专业的投资者在重大利率决议前后都会使用期权策略对冲短期的波动风险。对于普通投资者，则应该避免在消息公布的时候追涨杀跌，也要注意止损和止盈，防范剧烈的波动。第三，就是利用贵金属的避险属性进行风险的对冲。当预判美联储政策可能引发市场剧烈波动或者经济下行风险的时候，黄金白银可以作为投资组合的避险对冲工具。例如，在经济衰退、阴云密布、美联储被迫降息放水的环境下，股票等风险资产前景暗淡，而黄金往往表现相对抗跌甚至上涨。投资者可以适度考虑提高黄金白银的配置，来对冲股票下跌的风险。不过需要强调一下的就是，避险资产也会有波动，并非万无一失。因此，头寸的规模要结合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切勿压上全部的筹码。此外，可以关注央行购金的行动，这些中长期的支撑的因素。近年来，新兴国家央行大量买入黄金储备，以实现储备资产的多元化，就是黄金长期需求的一个稳定的来源。这些因素意味着黄金在大的周期中具备跌不深的特性，而短期内受美联储政策影响的波动仍需谨慎面对。四，就是保持灵活，应对不同阶段。在加息周期中，初期黄金白银可能承压下跌，
但如果加息过头，引发经济衰退预期，贵金属又会逢低受到避险买盘提振。正如1980年代初和近期多次加息尾声阶段发生的情况。因此，加息周期并不意味着黄金单边下跌，而是先抑后扬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投资者在加息初期以防御为主，当经济明显降温，美联储态度转缓的时候，就可以重新考虑加码黄金的多头。在降息周期当中，通常黄金的降息预期阶段已经提前上涨了，真正的降息落地后，走势则取决于经济改善的速度。如果降息后经济迅速企稳反弹，例如部分预防式的降息的情形，黄金上涨可能放缓甚至回调。但若降息伴随着经济危机的余波，例如2008、2020年的纾困式的降息，黄金往往在整个宽松周期持续走高。所以在降息周期中，动态的评估应对基本面的变化，不要盲目乐观，也不应该过早的退出，多用客观的数据来调整自己的仓位。最后提醒大家的是，在金银投资中，基本面的研判只是决策的依据之一，还需要结合技术面、资金面因素来综合的判断。美联储政策提供了大方向的指引，但市场情绪、突发的事件等等，这些都会带来短期的偏差。理性的投资，做好风险管理，这才能在金银价格的波动中立于不败。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决议通过影响利率水平、美元币值和市场预期，深深地影响着金银价格的走向。历史经验表明，无论2000年互联网泡沫、2008年金融危机，还是2020年疫情的冲击，美联储每次大的政策的转折都在贵金属市场掀起了波澜。把握好美联储政策的动向，就等于把握好了金银走势的关键。对于投资者来说，关注宏观信息，理解背后逻辑，并提前做好策略安排，才能在行情中游刃有余。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认为接下来美联储的政策是如何影响黄金和白银的呢？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周再见。